科学家研究了开普勒 22b 12年，最后却惊出一身冷汗。这颗超级地球实际上是个能让人类瞬间毙命的死亡陷阱，只要踏上去，活不过10秒，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。开普勒 22b 距离地球也就635光年远，简单来说，就算咱坐上光速飞船，也得飞635年，比从唐朝活到现在的时间还长。可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心从来不怕远，尤其是这颗星球还藏着第二生命的诱惑。它处在恒星周围的宜居带里，说白了就是距离恒星不远不近，温度刚好能留住液态水，跟咱们找舒服的座位似的，不挤不偏正合适。而且它还有大气层包裹，乍一看就是地球 2.0 的完美剧本，谁能不心动？可你不知道的是，宇宙的善意从来都带着陷阱，这颗星球的美好全是表面功夫。咱先说说最直观的重力，开普勒 22b 的重力是地球的 2.07 倍，你刚踏上这颗星球，立马就感觉腿上绑了2个灌满铅的健身球，不对，比那还沉，简直像背着和自己体重一样重的背包，每走一步都像在爬珠穆朗玛峰的顶峰，身体会瞬间变得僵硬，仿佛被无形的手按在地上，连抬手都费劲。这还只是开胃菜，光重力还不算啥，更坑的是空气。咱赖以生存的氧气，在开普勒 22b 的大气层里连影子都没有，它的大气全是氢和氦，就跟往肺里灌氢气似的，不仅没法供氧，还会让你瞬间窒息。而且这层大气特别厚，产生的压力能把你的五脏六腑挤得粉碎。这压力就像把你塞进一个不断充气的气球，越胀越紧，肺部会直接塌陷，比深海潜水没带装备潜到1万米还惨。这种压力损伤在医学上叫气压伤，说白了就是五脏六腑被挤坏了，一旦发生根本来不及抢救。就算你命大扛过了重力和气压，接下来的海洋会给你致命一击。开普勒 22b 上压根没有陆地，全是无边无际的液态海洋，可这水别说喝了，连碰都碰不得，里面混合着强酸和重金属，就像一个巨型毒药池，皮肤只要沾到一点就会被腐蚀的冒烟，细胞直接坏死，比浓硫酸还恐怖。你以为的生命之源在这里变成了致命杀手，这反差谁能接受？更恐怖的是，就算你能扛住前面这3样，还有个终极杀招在等着，宇宙辐射。地球有磁场当防护罩，能挡住大部分宇宙射线，可开普勒 22b 连磁场都没有，来自恒星的 X 射线、伽马射线，还有漫天的宇宙辐射会直接照在你身上，就像把你放进核反应堆， DNA 会被拆得稀烂，身体根本没法修复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辐射病，痛苦不堪，这谁顶得住？看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，那这颗星球上到底有没有生命？毕竟液态水和能量都有，总不能是颗死星吧？这就颠覆咱的认知了。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是碳基的，就像用碳搭积木，但开普勒 22b 的环境说不定藏着硅基生命。硅和碳的化学性质有点像，或许这里的生命长得像石头，不怕辐射不怕酸，体温能飙到几百度或者降到零下100多度，它们的呼吸可能不需要氧气，靠吸收大气里的氢就能活，完全打破咱对活物的想象，是不是特别神奇？当然人类也不是完全没机会，你在科幻片里看到的曲速引擎现在已经不是幻想了，它能弯曲空间，让635光年的旅程变成眨眼就到。而且现在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也在飞速发展，更高效的太阳能板、智能风力发电机，就算在开普勒 22b 的恶劣环境下也能发电。用石墨烯和超导金属做的辐射屏蔽罩，说不定能挡住致命射线。3D 打印技术还能利用星球上的石头、沙子盖房子，生物温室能种庄稼产氧气，水过滤系统能回收每一滴可用水分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，这些技术必须完美配合，不能出一点故障，不然整个基地的人都得完蛋，风险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开普勒 22b 就像宇宙给人类出的一道思考题，咱们总想着找第二家园，却忘了宇宙的宜居从来不是为人类量身定做的。这颗星球在宜居带里却没有氧气，全是毒水，重力致命。它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地球有多珍贵，那层能呼吸的大气，恰到好处的重力，温柔的磁场，都是亿万年演化出来的专属福利，咱可得好好珍惜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探索的意义不就是打破幻想，发现真相吗？开普勒 22b 或许不是第二家园，但它可能藏着宇宙生命的另一种答案，可能让我们重新理解活着的意义。如果未来有一天技术足够成熟，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揭开这颗星球的秘密吗？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。哦，对了，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给老胡点赞关注哦，这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